我是思希易。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移民之路。关于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出国了，其实这要追溯到好多年前。那我知道很多人可能是女权觉醒，或者说是疫情之后中国的经济衰退，或者遇到很多现实中的问题，可能就开始萌发了想要出国移民的想法。但是我是在很多年之前，我就第一次萌发这个念头。如果要说具体一年的话，我想应该是2009年。我记得那一年是微博刚刚开始内测和公测的时候，我是第一批注册微博的人。然后那个时候呢，微博或者整个网络其实都不像现在这样子管制非常的严格。现在其实大家都很讨厌的一个词叫公知，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嘛，大家都觉得好像是这种反贼，或者说是一帮居心不良的人说着一些政治正确或者说虚伪的话。但其实在10多年前，公知是一个还蛮好的词，相当于说这个人他关心政治，关心社会民生，或者说他是一个有良心的人。那段时间我在微博上其实是浏览了很多当年的公知发的这些言论，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了一些以前在学校或者在新闻里不知道的很多事情。而真正有变化的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2010年。那天谷歌正式退出中国了，结果那一天晚上，他把所有的以前就是还封禁的词条全部都开放了。我以前就算是在微博上还能看到很多东西，但是那一天他实在是把所有东西都放出来了。我是那一天知道的8964。而那时候我应该就是才上高中嘛，对这个社会或者说很多这些事情还是比较天真的。我没有想象过很信赖的这么一个政党，或者说这么一个国家体制，我没有想到10几年前就会有这种事情，很颠覆我的认知。那段时间也看了很多的，不管是关于文革还是建国前后那20-30年的事，就那段时间看了很多。我觉得我对中共或者说我对中国的不信任其实是源于这个时候。我也是因为微博女权觉醒的，这相当于微博对我来说还真的挺重要的。他在2009年的时候让我政治觉醒了，在2020年的时候又让我女权觉醒了，真的跨越11年，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像微博这种实时性的平台，它没有办法你发什么马上就封禁什么，至少在前些年是这样子的。就很多关键词或者说你绕一绕写一写火星文，你还是能够看到很多的。那段时间正好是我要高考了，这很纠结，因为我一方面要背政治书上历史书上那些彻头彻尾的谎言，一方面我又没有办法控制的去在微博上面看这些反贼的内容，这些公知的内容，整个人是很撕裂的，有一种女权觉醒后你还不得不在男权社会生活的感觉。之前可能更多的是朦朦胧胧那种我想出国，而且不是说我想出国玩，而是真正的觉得中国这个地方不能待，我必须要逃离。但是真正说坚定这个念头，我记得是有2件事情。因为之前了解的都是过去的事情，有的时候确实也会想，那以前是以前，那现在会不会比以前好一些？所以说就发生了2件事情，让我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因为这2件事情就是当下我看着这个新闻发生的，一个是温州的动车，还有一个是那段时间一个很密集的幼儿园砍小孩的事件。我记得那天突然就刷到新闻说动车撞了，我当时就真的就是一整个震惊了，动车怎么还能撞？而且像动车这么高的时速，2个动车撞，那得死多少人？你正常的人来说，你肯定是觉得至少死了几百个人吧，100多个总是有的吧。看新闻就说正在营救啊什么的，我还说那这个事情真的好悲惨。我就刷到帖子，那些也是那些公知，他们说你们信不信这个新闻肯定是不超过40个人的，甚至可以精确不超过37、8个人。就算所有都知道死了几百人，他一定是死了30多个人，不超过40个人。我那时候就说怎么可能呢？所有的新闻，所有的记者，所有的全国的目光都关注在这个事情上面，而且动车撞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能能编呢？结果新闻出来了，他真的就死了30几个人。然后我才知道，他们说是
国际上是有规定，如果你国内发生了恶性事件，如果说超过了38还是多少个人，我忘记了，就一定要上报给国际，然后国际就会去查，或者说国际就会参与营救。那参与营救的过程中，他就会知道你们可能哪些地方有问题。我那天我就很震惊，我就想，天哪，他们真的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就算是你网络在当年已经看着非常发达了，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还是在说谎。那个动车就直接在那里就地掩埋了。我心想，动车里面还有人呢，我真的震惊。我直到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这种事情怎么会这样子发生？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他为了掩盖他自己的错误，他可以去让无数个家庭，我们确实会有天灾人祸，对吧？有的时候洪水啊、地震啊，或者说楼房倒了、车撞了、死人了，确实没办法。但是你为了去掩盖一些错误，直接去否认有人在里面受到伤害的事实，就是连追责或者说要一个道歉或者要一笔赔偿可能都没有。而且如果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想要去为你去申诉、为你去申冤，他们都可能被抓起来。就这种地方你怎么能待？还有就是那段时间很密集的发生关于幼儿园砍人的这个事情，不是说1个2个幼儿园，是那段时间好多个不同地方的不同幼儿园门口都有这种，当然是男的啦，那些男的就去砍人。好，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你在这个社会中很吃亏，但是你可以去杀冤有头债有主啊，你为什么要去杀小孩？之前我们说的是说整个国家在一件灾难性的事情之后去否认它的事实，不承认错误，然后我们再看到个人，这个国家的人软弱到他受了巨大的委屈，他不去找他的债主，而是把刀挥向最无辜最可怜的小孩，他去幼儿园门口杀那些高高兴兴放学的小孩。这个事情我觉得没有办法接受，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文明的国家的人能做得出来的。如果他只是一个个例也就罢了，但是问题是他是吗？他那么频繁的发生，而且你没有办法全部去防住这个事情，他就是人，他的根烂了。这个地方的人他已经不是用坏来形容的了，他是完完全全的邪恶和恶毒。我没有办法让我的孩子生活在这里，孩子不管上了什么多好的学校，他都会有这种危险，有可能是拐卖，有可能是被性侵，有可能是吃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出门就被人砍了，这种事情。而且你知道这些它都是可能很小很小的偶然，但是有一个事情是必然，就是他会在上学的第一课去学我爱中国，我爱中国共产党啊。现在是还有一个叫我爱习主席。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我已经知道了这个地方在历史上的邪恶，在近代的邪恶，在现代当代的邪恶，以及整个国家体制的腐败，以及人心的腐坏。我怎么可能让我的后半辈子和我的孩子都在这里？就算是我衣食无忧，甚至是有很好的生活条件，但是我想到这些没有一丁点的安全感。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非常非常坚定，一定要离开这个国家，至少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再成为中国人，在这种有毒的环境中生长。刚刚说的都是关于念头，什么时候萌生念头，什么时候坚定念头。那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的？其实也就是09年开始，那时候的信息壁垒比现在更严重。我就只知道2种出国方法，一个就是留学，另外一个是投资。而投资对于我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因为我那时候才10几岁，我爸妈也没有那么多钱能让我投资移民，而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留学。因为我们那时候确实不知道留学有各种国家各种方式，我就是认为留学需要几十万美元，要去美国或者去加拿大去澳大利亚，只知道这些国家，谁知道像现在这样子还有芬兰啊、荷兰啊、德国这种学费很低的国家。当时就觉得啊，去美国1年20万美元，你如果没钱，那好，你的学习很好，没关系，你可以拿奖学金。但我的学习又不是很好，想要拿奖学金对于我来说真的压力很大。我那时候在准备高考，我不知道能不能上一本，而我又认为比考一本更好的学习成绩，你才能上得了真正的好大学。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自己一个人去了我们当地的留学中介开的留学论坛，类似这种活动嘛，他们就搞得很高大上。在我们当地一个很好的酒店，人家问你父母呢，
我说我自己来的，然后他们还挺好，他们还送了我酒店的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他们留学机构的资料，然后我就过去听他们所谓的大咖或者说什么留学老师在那里讲，他们可以申请多少个学校，做多好的文书。大咖讲完了，还有1对1咨询时间。有一个老师过来问同学你好，你现在有什么意向的学校？我们这边的什么中介费，然后可以帮你申索3所保底的学校之类的。但是我就是想先去听一下，虽然说我爸妈不同意，或者说我爸妈的态度是不明确的，但是我想自己去先了解一下，所以说有这个很奇特的经验。我回家之后也把这些东西跟我爸妈转述了，他们就说如果你真的很想出国也可以，但是家里面条件还没有非常好，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去，爸妈砸锅卖铁也要送你出国上学。这个话其实对当年的自己来说压力太大了，我就会觉得我为了我的这种政治的自由，让爸爸妈妈所谓的这种砸锅卖铁送我去，会不会很不孝？比如说我要花他们100万去上这个学，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要把这笔钱赚回来，才能还给他们？你看就是不返校就是这样子，吃亏被吸，搞得自己压力很大。后面我就放弃了，我就想算了，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考上很好的大学。第二呢，我觉得家里面条件还不足以能让我非常轻松的去上。第三，我也不知道我上完之后能不能留在那里，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能让我更好的在国外养活自己，还能够还爸妈这笔钱。这个想法真是现在想想太可怕了。后面我就正常的去高考，然后正常的出成绩，正常的报大学，报了一个我挺喜欢的学校，但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专业。就这样蹉跎了4年。其实这4年我知道也会有很多的出国机会，或者说能够好好去磨练自己的简历，到时候再考硕士出国。但是因为我选的这个专业确实不是我喜欢的，甚至可以说是让我每一天都活得非常痛苦，没有精力再去做这些事情，几乎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大学毕业以后，其实我还是没有死心，我还在找怎么样能够低成本出国的方法。因为刚大学毕业也没有什么钱，而且说实话，在大学4年，我的学习体验是非常不好的，就让我觉得学习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情。以前在上小学、中学的时候，虽然说成绩没有说非常好，但是上学不管怎么样，还是觉得能学到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大学4年，我不仅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而且我浪费了时间，而且我没有获得任何我觉得有价值的人际关系。总之这4年我觉得就是荒废了，我后面再也没有想过用读书来出国这件事，就是因为我一想到要学习，或者说在大学学习，我就会有一种 PTSD 的感觉。我在大学毕业以后，我也没有想着在读硕士去出国，我自己在网上就搜索了很多怎么样低成本出国的方法。那时候我找到一个叫做美国互惠生 Au Pair， 现在这个项目都还有。具体这个项目它就是要26岁以下的女生去美国，相当于是做 babysitter 这种工作，吃住在别人家，然后帮别人带小孩，可能跟他们做一些文化交流，有一点像打工换宿。但是他会给你1-2年的签证，而且如果你愿意的话，还是有方法留下来的。那时候我正好大学毕业，21、22岁，我就觉得这个很适合我，正好我也挺喜欢小孩的。我觉得通过这个机会，不仅能够几乎不出钱，我只出一个机票嘛，还有一个申请费，其他的吃住这些东西都是别人给我负责，而且我也不用上学。在这1-2年的时间，我还是可以想办法留下。但是我跟爸妈讲了这个想法，他们就说不同意，因为他们觉得一个年轻的女生去人家家里不知道是好是坏，尤其是在美国这么远，作为一个大学生，而且也是家里面很宠爱的女儿，他们觉得不希望我去给人家带小孩，他们就说希望我再次考虑一下。后面我又找到了一份工作，也就是我做了8、9年的这份工作。那时候就很缺钱嘛，就想什么工作比较来钱就做什么，就先去工作了。那这一工作时间就到了2016年，当时工作已经小有起色，也赚到了一些钱，正好有一个假期，我当时就去台湾旅游。其实去台湾回来之后，
才是我真正出国行动的开始。我当时对台湾还是蛮有好感的，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长相、语言、文化都跟我们几乎一样的地方，但是它的政治体制却完全的不同。我就挺好奇那里是怎么样的。正好那时候台湾也是可以自由行，可以跟团行，我就报了一个团，就去那边玩了。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2件事，一个是我去国父纪念馆，就是孙中山纪念馆。当时我看着孙中山的像，跟我以前在电影里面看到白宫门口这个林肯纪念馆有点像，有个很大的雕像坐在那里，我当时还是蛮震撼的。我看到这个雕像的第一反应就是凭什么？凭什么一岸之隔，他们却是这样的体制，而我们是这样的体制？虽然说我也知道那里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凭什么？凭什么他输了？凭什么他跑了？凭什么历史就在某一瞬间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当然我现在的想法跟那时候是不一样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想的。我在想中国为什么不是台湾。第2件事情是我们旅游团在景点门口可能在等别人上厕所吧，我就在那里站着玩手机，从旁边来了一个人，他在那里好像在分发一些东西。我就想起来之前在我们刚来的时候，导游提醒过我们，他说这里有很多法轮功的，他们在宣传一些不好的东西，你们不要接着看，这些东西不能看的，这些东西不好，是骗人的，不能看。我当时大概就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就一直很想看。但是其他的旅行团的同行的人，他们都在有些认识，大家就互相说不要看不要看，然后不要拿不要拿。我也被盯着了，我就觉得那先不拿。但那天我看他们都去上厕所了，导游又在那里抽烟，正好那个分发册子的人又在看着我，然后我就赶紧走过去说给我一本给我一本，他就很高兴的给了我一本，然后我就赶紧走了，我就把它藏在我的裤子口袋里。从那天开始，我就每天坐在旅行团大巴的最后一排，我就假装在那里好困呐，睡觉。其实我在那2天之内把那本大概这么厚的册子全部看完了。我忘了具体里面的内容是什么了，好像是现在 YouTube 上有的那个9评共产党吧，我忘记了，就是类似那种内容。它其实就是一半是宣传他们的宗教，另外一半是在说中共的这些邪恶的事情。而且这种冲击力是比以前我在微博上面看到的是更猛的，因为微博上它不管再怎么言论自由，它都不可能发一些非常敏感的东西。我只是在谷歌开放那一天才看到了一些，但是这本册子他直接给我看了好多东西，我当时就觉得我的天哪，就是这些东西我不管它是真的是假的，但是至少是我看不到的，我就如饥似渴的在那里一直看。离开台湾的那一天，我在进机场之前我就把那本书丢掉了，但是从此之后我的大脑里我就有这个东西了，就有更加残酷，更加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是更加禁忌的内容了。而且我在行程的最后一天，当时是有一天自由活动，他们都在酒店里休息，但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好像是叫诚品书店，待了1个上午。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来一本一本的看书，但是我就看了那些书的封面，很多都是我在中国绝对不可能看到的书包括还有一些关于朝鲜的，就是脱北者。我知道是有很多很多这种书，但是是中文的，我能看得懂的，我不需要去翻译的，我直接可以看懂所谓的禁书。但是我那天没有时间，我只是去诚品书店，我站在那里，我就在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东西，多少被掩盖的真相，我不能去相信那些新闻，不能去相信那些所谓的真相，这些东西底下还有很多很多要去探索的。这些事情，我在台湾的这些经历，让我回国之后开始正式的行动。从台湾回来以后，我就跟我爸妈又说了我想出国这个事情，而我爸妈那时候已经比前些年更加的开明一些了，他们也知道可能中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从那一次的谈话后，他们就非常支持我。在谈的过程中，其实我都忍不住哭了。我当时就跟他们说，我真的不想要留在中国，不想要留在大陆。我以前还觉得我可以在中国生活，至少过得挺开心，但是我去了一趟台湾，我才发现就人家会有那种体制，有那种活法，有那种能看到的东西，而我什么都没有。我就算在这里有再多的钱，但是我没有真相，或者说我没有自由，
我在这里的每一天我都会觉得很折磨。从那一天他们也会开始支持我，给了我一些钱，加上我自己攒的一些钱，我就开始去寻找中介。那时候的信息壁垒呢是比前几年好一些了，网上已经有很多个个人中介或者说这种移民工作室，就查了很多的信息，选择了一个我觉得比较信任的中介。但是这也是我另一个悲剧故事的开始，就是我被这个中介骗了。以前是国内的黑中介，那我知道是不能相信这种人，但是我就会觉得可能在国外的持牌顾问或者说移民律师这种个人的中介会更值得信任。但我没有想到国外也有黑中介，而且国内的中介你至少可以找得到他的公司，你可以去直接告他，但是国外的中介他的所有的身份都是在境外，首先你怎么去找他，第二你怎么去赔偿，甚至你如果想告他你怎么去告他，合同都是签订地是在国外，相当于你在国内是完全的维权无门。而我当时就碰到这个事情，后面就没有帮我办成，非常坑。他给我推荐了一个不适合我的项目，然后他帮我做假了，搞笑吗？后面人家就把我拒签了，我的这些钱也回不来了，而且我还在中国。这个移民过程还耗费了我几年的时间。当然我在中国的事业发展在这几年确实也是越来越好，因为正好那段时间中国的经济都还不错。我当时真的非常相信这个中介，我把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交给他去做。我觉得我既然找了中介，我就可以不用自己去操心了嘛，我就把这些事情交给他，然后我就自己去忙自己的工作。那确实我也承认，在那几年我也赚了不少钱，只是会有点动摇。我当时就想着，当我拿到了国外的身份，我半年在那边，半年在这边，我可以两头跑，一边享受国外的自由，然后一边能够在中国做我自己的事业的发展。就是因为我有这种念头，我办移民我才办得很慢，我很多事情交给对方，我自己完全没有去操心，没有去把控，他在那里作假我也不知道。结果当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拒信，我才知道比我想象中的更严重。我当时非常生气，非常沮丧的，因为我觉得我等了这几年，我的钱也交了，我的材料也递交了，我没有想到我还是不能出国。消沉了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吧，那时候正好也买了国内的第二套房，我就把这套房子给按照我自己的想法给装修了一下，就想着算了，我在这里有事业，有朋友，我还有狗，我还有房子，我还有非常非常舒适的生活。我其实如果不去想政治的这些事情，我不去想什么所谓的真相，所谓的自由，我可以在这里生活得很好。那时候我也女权觉醒了，我也返校，我也脱美役，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有女朋友，我也不会考虑跟男人结婚之类的事情。那我就去做试管婴儿嘛，我就去择金生一个女儿，把我的女儿生在美国，这样子我的女儿就会有美国国籍。那就算我没有，但是她至少是有这样的选择，她长大之后也可以回到美国，然后过上她想要的生活。当时我的人生我觉得已经是这样子了，也能够接受。所以说在那一瞬间，我其实真的是有一点放弃的念头了。当我以为事情就这样了，我的人生也这样了，事情开始有了更大的变数，就是新冠了。当新冠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肯定不是小问题，因为我太了解中共的尿性了，一定不是小事。我在所有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就在我家楼下的药店买到了很多口罩。我还记得这个药店的老板他说，你买这么多口罩干什么呀？不要相信那些网络谣言。我说没事，是我家人有点不舒服。结果没过几天，全国就开始狂抢口罩。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不要相信中共的新闻，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以及要在所有人之前做好，这样子你才有最大的生机。而在封城的那段时间，其实我的政治性抑郁达到了巅峰，因为在我前些年非常认真工作的时候，我不太愿意去看一些政治性的东西，因为我已经体会过那种分裂的感觉了。就是像我在高中那个时候，一边课本上需要写的试卷上那些谎言，一边在网上看着一些更接近真相的东西。那段时间的那种分裂的感觉，那种不想好好学习却不得不好好学习的感觉，我已经受够了。在我很认真工作的时候，我几乎是把自己放到了一个舒适圈里面，我不愿意再去看那些东西，因为我觉得看了也没有用。我天天在网上，我知道这个中共是怎么样的，我知道中国是什么样的，我看只会徒增我的烦恼。我已经在办移民了，我在短时间内又出不去，对我来说还有什么好处？我不光是看新闻生气，我看新闻底下的任何一条评论我都会生气，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人都没有良心，
或者就是非常愚蠢。我非常喜欢的那句话就是相信中共的人要么坏要么蠢，这句话也可以延伸到很多东西上，就是你讨厌的这种人，他要么坏要么蠢，他要么就很坏，他觉得这个事情他能够获得利益，那他就可以踩着别人；要么呢，他很蠢，他不知道他就是被踩的那个人，他还跟着在那里起哄，他有病。我的工作是一个需要跟别人社交的工作，当我怀着这种怨恨的情绪，我没有办法赚到钱，而我没有办法赚到钱，我就不可能出国，我也不可能在国外过更好的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屏蔽掉这些东西，去避免自己的政治性抑郁的。但是在封城的时候，我停止工作了，而且为了关注疫情新闻背后的一些真实的疫情的发展，我不得不去看这些政治的内容。那段时间我的政治性抑郁又回来了，我那颗想逃离的心又燃起来了。我发现原来我还是不死心，我就算我的女儿以后她可以拿到美国国籍或者其他国家的国籍，但是我呢，我作为一个热爱真相，愿意追求真理，愿意去讨论政治，讨论民生，探讨各种思想，愿意去发表自己的言论的人，对于我来说，在这里沉默的每一天都很痛苦。我只能假装自己不是自己，假装自己是另外一个人，假装不关心政治，假装不关心一切，只关心赚钱。所以我还是决定要走。20年解封之后，其实是有一段时间蛮宽松的，而我就趁着那个时候，正好我的护照也过期了，我就花了一些钱去更新了我的护照，然后我又去找了一个我认为更正规的中介，去开始办另外一个国家的移民。我现在知道很多国家的很多项目都可以 DIY， 但是那个时候的我还是觉得可能交给中介能够更省心一些，这样子我可以腾出时间去做我需要做的事情。我还记得我去签移民合同的那一天，我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坐飞机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他们公司签了合同。那天下蛮大的雨，但是当我们在他们的办公室往外看的时候，雨停了，而且天空出现了一整道的彩虹。从玄学的角度上来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预兆。而事实上我也确实成功了，我抛弃和转移了我在国内的所有东西，我工作也辞了，房子也卖了，我把狗也带过来了，我的女朋友也过来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家人也都不在国内了，我几乎和我在中国的过去没有任何瓜葛了。那我现在就在我当时签合同想去的这个国家，能够去录着 YouTube， 能够去随心所欲的说我想说的内容，这就是我想要的一切。我并不是说我在这里可以赚到多少钱，或者说有一个多么奢华的生活，因为我在国内其实生活的可以说比现在生活的都舒服。但是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就是我可以自由的去思想，我可以自由的去发声，我可以说我想说的东西，我甚至可以用我自己的思想去影响更多人。这就是我想做的，这就是我感兴趣的。而我这10几年，从刚刚开始萌发这种想法，到最后我的双脚真正的踏在异国的土地上，并且决定永远的不回去，花了我10几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而我现在有全新的事业，有全新的生活目标，未来我还要在这里待很多年，或者也许我会到其他的国家去。整个世界是为我敞开的。作为一个已经觉醒的自然女，作为一个已经有很不错的生活和工作经验的人，作为一个经历了10几年挣扎总算获得自由之身的人，我对我的未来充满信心。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给我点赞，拜拜。